建议18岁以下观众谨慎选择观看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耶律律，欢迎来到这个频道。终于等到曹保平新片《涉过愤怒的海》，看完之后久久不能释怀，几乎可以断定它将是2023年最好的国产电影。看片之前，大概瞥了一眼曹保平的采访，说这不是简单的复仇爽片，而是黄渤饰演的船长老金，长期在海上捕鱼为生，时常一边算账一边指挥下网，偶尔还得上演肉搏，跟不知名的海警缠斗。某次出海下网之际，老金意外得知赴日留学的女儿小娜身中17刀，客死他乡，嫌疑人正是她的男朋友李苗苗。老金怒火攻心，决定踏上复仇之路，是要手刃李苗苗。李苗苗在警方通缉之前成功通关逃回国内，我就纳了闷儿，这些人怎么想？不知道中国也有法律吗？好了，可能是我多虑了。李苗苗不仅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，也回到了母亲怀抱。周迅饰演的景兰首次出场便跟老金摊牌，我儿子犯罪有法律制裁，你要杀他我就跟你拼了。这么一看，景兰胸怀很宽广啊，教子有方，不护犊子。其实观众都被骗了，他不过是暂时稳住局面，接着将不惜一切代价送儿子出国逃亡。一个痛失爱女的父亲持刀追凶，一个护子心切的母亲力挽狂澜，两个以爱之名的中年人就此展开厮杀。我这辈子不就活个棍子，就这个小法子，我一辈子会踏上里边去，我不能他。随着追凶情节推进和更多人物出场，杀害小娜的真正凶手似乎变得模糊起来。老金的愤怒逐渐消减，从追杀凶手转移到追查真相，但他真的经得起真相的打击吗？李苗苗逃亡的路上，老金在警方介入后对景兰穷追不舍。歪打正着的是台风来袭，三方在极端天气下发生车祸，这一段也是预告物料中撕心裂肺的出处。车祸过后，老金成功抓获李苗苗，但并没有直接动手，而是将她藏了起来。影片从这一刻起，复仇戏码便结束了，随之而来的对峙局面和抽丝剥茧的真相才是重头戏。小娜9岁那年，老金和前妻顾红离婚，从那时起，他便跟着老金生活。老金出海捕鱼，他躲在立柜中画太阳，一直画到天亮，老金回家。直到临死前，他还是把自己藏进壁橱，用鲜血画太阳。李苗苗这边也不尽如人意，8、9岁父母闹离婚，父亲答应他去旅行，却不能兑现，直到他虐杀青蛙，故意表现暴力倾向，这才暂时阻止父母离婚。不难发现，小娜和李苗苗，一个人格障碍，一个反社会，原因都是破碎的家庭背景。他们父母很早离异，别说给予足够的爱，就连最起码的关怀也总是无休止的推诿。父亲推说母亲不负责，母亲推说父亲不是人。两个从小缺爱的孩子在异国相爱，但他们并没有爱的能力，终究酿成大错，直至付出生命。再要有下回咱不这样了。那么小娜究竟怎么死的呢？到底是不是李苗苗杀害她？前面说涉过愤怒的海，以下简称怒海，说它不是简单的复仇爽片，而是讨论父母与子女亲子关系的影片，也就是现在流行的原生家庭创伤。怒海宣传海报上赫然写道弄他，指代老金追杀李苗苗，替女儿小娜报仇。一股愤怒扑面而来，差点成就了父爱如高山，母爱如江海的经典套路。My first priority is to protect the only one I have left. I will come for you, and I will find you. Good luck. 其实全片看下来，真正的杀人凶手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爱的缺失和错位。老金和日本警察聊天，就地起事，必须弄他。他是这么说的：现在岛上大家都知道我老金的女儿被人弄了，我能不弄他？请问老金爱女儿吗？不，老金只是爱父亲这个身份，爱父爱如山的那个自己。同样质疑他的还有妻子顾红和对手景兰。反观景兰，他真的爱李苗苗吗？我想应该是爱，只是他的爱是不分是非的溺爱，是大包大揽的错爱。也正是这种排山倒海式的爱，造就了李苗苗的恶童性格。老金和景兰一样，认为倾其所有的供养就是爱，可是他们在提供物质的同时，并没有关注到心理健康。整部电影建立在愤怒之上，愤怒恰是危机中的动物本能，再次印证了他们所谓的爱是那么的单薄和粗犷。
除了复仇主线，影片还有另一条线索，那便是小娜的社交账号，那里记录着许多情绪，这些贴文每到关键时刻总能给观众一招心灵暴击。后来老金拿到这个账号，复仇的愤怒在那一刻变成悔恨，就像一拳捶在棉花上，于事无补。我们列举几条小娜的回忆。她被父亲不断按进海里，因为岛上小孩必须水性好，练习闭气差点窒息，但她始终一声不吭。被父亲送到车站，一把推上大巴，父母双方都当她是累赘。她日复一日躲进立柜画太阳，看着早点天亮，那样父亲才会如约归来。老金或许那一刻才知道，他眼里的女儿和真实的小娜并不是同一个人。真实的小娜是那么的缺爱，那么的渴望爱，以至于李苗苗送蛋糕、扔鞋子这种变态的占有欲，他也以为那是爱。李苗苗自从炸青蛙尝到甜头，便在恶童这条路上越走越远，拔掉亲人氧气，整蛊害死亲妹妹，逼得父亲要借老金之刀彻底杀了这个妖孽。李苗苗和小娜，一个完美嫌疑人，一个完美受害者，可真相并非如此，他们都是破碎家庭的牺牲品，是没来得及成人便被遗传厄运摧毁的孩子。用两个家庭的战争表现两个家庭的撕裂，这才是怒海真正的核心用意。凶手是谁似乎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家庭创伤会遗传，看似望子成龙，实则人人 alone。 只有一个父亲这个样子，你真的爱他吗？2023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就像中国的经济状况一样，上限够不着，下限守不住。怒海的上映无疑是一次触底反弹。摄影技术方面晃动扭曲，时刻怼着狰狞大雨。有人说像娄烨，我觉得更像诺兰。关于电影想象力方面，影片第二幕结尾有一段台风飙车戏，就是前面提到的车祸。车辆穿过笔直的跨海大桥，从阴云密布到狂风骤雨，忽然天空中噼里啪啦下起了雨。你没听错，不是下起了雨，是下起了雨，同归于尽，年年有余的余。我是北方人，不知道这种极端天气是否存在，但大为震撼。配乐方面，如果没听错的话，好像听到了亚瑟王。这首曲儿，电影《困在时间里的父亲》也曾用过，而老金此后便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。说来伤感，却非常应景。影片刚刚上映，我只能用这种打乱情节的方式分享，推荐大家去影院观看，应该不会后悔。曹保平这位导演一直是另类存在，在大家一股脑冲向主旋律、冲向赶热点的电影市场里，总能找到独特的着眼点。他的成名作《光荣的愤怒》便是有关正义的怒火中烧。后来斩获3影帝的《烈日灼心》同样让角色身处愤怒边缘。除了愤怒之外，怒海所讨论的话题跟被禁5年的《狗13》非常相似，更像愤怒版的《狗13》。《狗13》我之前做过解读，他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揭开伪善的中式教育和爹味十足的父权规训。怒海则更为暴烈，用近乎疯狂的特质举起自己的手，狠狠打自己的脸。这是啥？枪！哎呦，你狠的，你拿个锤子咋了？你头上给我敲一下嘛！你妈，你啥呀？老金复仇的愤怒在一次次被质疑后，渐渐变成了对自身的愤怒。这种愤怒对象的互换，也是怒海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因为它解构了复仇这件事儿，也解构了角色浅层的情绪，继而重构恩怨全貌。影片中景岚有句台词说：“你之所以愤怒，是因为无能。”说的就是这种自我困境。愤怒过后怎么办？这也是曹保平作品的讨论重点。小娜凶杀案发生在日本，李苗苗绑架案发生在中国。相比消失的爱人那种闯关审查的聪明劲儿，怒海更着手于现实，因为他要呈现的不仅仅是案件，而是人物身处愤怒边缘的选择。选择悬崖勒马的一抹高光，还是选择玉石俱焚的暴走卑劣？烈日灼心选择了伏法，怒海选择了救人于水火。景岚为了放儿子去机场，把老金关进地下室，老金一把火差点烧死自己，景岚再三犹豫，最终开门施救。老金带景岚去海边取儿子遗物，景岚开车追杀老金，不慎坠海，老金也选择不顾安危投海施救。用光辉挑战卑劣，一直是曹保平的杀手锏，也是他作品备受赞许的原因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小娜？怒海的湖用一句话总结：青少年怎么一步步变成大人？原生家庭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作为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作品，怒海不仅描述现实，还给出了一剂药方。小娜无法忍受被人忽视，
哪怕李苗苗扔鞋的方式不对，也会大吵大闹。她害怕孤单，时常有空虚感，为了博得男友关心，就把手放进冰箱，希望获得更多关爱。凡此种种，都符合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症。典型的边缘人格患者会出现依赖、粘人、理想主义等性格。一旦伴侣或朋友抗拒他的需求，他就会走向另一极端，贬义对方，抗拒亲密关系或一味逃避。李苗苗的反社会人格更为极端，一贯无视是非对错，忽视他人安危和感受。用电影对照现实，江歌案诸多雷同真相，简直是一次剧本推演。今年发生在美国的肇事逃逸案，华裔苹果女程序员在事故发生后如法炮制，一走了之。其实原著小说作者有过解释，小说定稿版权出售在2015年，江歌案发生在2016年冬天，并不是他预言了这场悲剧，而是人间类似悲剧总在发生。我们不禁要问，他们究竟为何变成这样？拿边缘型人格举例，有4种变因来源。第一，幼年或童年时遭受家庭暴力和极大创伤。第二，童年与家人分离或被忽视，双亲有冲动和抑郁特征。第三，与父母分离，形成独立人格的过程缺乏理性指引，人格成熟受到阻挠。第四，遭受朋友、情侣、战争暴力、刑事案件的伤害，造成难以脱逃的阴影。回到电影，老金井兰和大多数父母一样，始终觉得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上学校，还有人比我更爱你吗？可父母们永远不会知道，缺爱的孩子一旦形成人格障碍，会极度渴望爱，迅速索取爱，哪怕一句假惺惺的关怀，一个精心布置的骗局，在他们眼里都是被爱。学生爱上老师，下属爱上领导，囚徒爱上囚禁者，都是这一类范式。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小娜撞上反社会人格的李苗苗，两个爱无能的人就这样彼此捆绑，互相伤害。那么爱无能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足够的爱和真实的爱。就像影片结尾的课堂，老师讲述爱和喜欢的关系，喜欢是单方面的表达，而爱是双方共识的喜欢。从这个角度讲，父母给孩子的爱并不单是付钱与历练，更是指引与陪伴。最后多说两句，谈到爱这件事儿，总免不了鸡汤话。其实我们要理解，永远不要告诉别人你爱他胜过爱自己。父母、恋人、陌生人都一样，因为理论上讲，没有人能够爱别人胜过爱自己，你也无法证明爱别人胜过爱自己。而爱这个事儿本身就带有天然的悖论，我们需要认清这个事实，然后去爱，而非虚构爱。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绿绿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多多点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